2025年12月20号，旅美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再度放重磅消息，时任国防部长董军上将的政治生涯已经进入倒计时，最晚2026年初可能下课。这不仅是继魏凤和、李尚福之后连续第3任防长传闻出事，更因董军背后的苗华海军系和彭丽媛山东帮双重传闻，一旦坐实，将直接冲击习近平夫妇的权力核心和用人形象。董军能否挺过这一关，成为检验习彭体制稳固性的空前考验。这轮军队清洗已经从火箭军政工系统扩大到东部战区，习近平提拔的上将接近清零，军心浮动，甚至出现前首长公开性呼吁勿做党卫军。这究竟还只是单一人事风波，还是一场正在撕裂中共军队的系统性震荡呢？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12月20号，旅居美国的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在 YouTube 节目和 X 平台上爆料，现任国防部长董军上将也差不多要下班了，他的政治生涯已经进入倒计时。蔡胜坤还说，由于中共政治的不透明，很多消息在没有证实前也可以说是政治谣言，但是这些政治谣言往往都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包括我们之前披露的很多中共党政军高官落马的消息，开始都被官方或者是质疑的声音视之为谣言，但是最终这些谣言都变成了现实。关于董军下课的消息可能也是如此。蔡胜坤作为长期关注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自媒体人，过去多次准确预报过中共军政要员的落马，例如李尚福、苗华等人的出事传闻，最终都被官方证实，因此他的爆料在海外华人圈和观察者中颇具参考价值。其实早在12月11号，旅澳自媒体人蒋网正就在 X 上爆料说，董军被免职，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长刘振立被调查。蒋网正也曾经多次准确爆料中共高层官员的动态，尤其是近期马兴瑞落马的消息，更是让他名声大噪。两个背景不同的消息来源，在时间上前后呼应，客观上加强了相关传闻的可信度。这并非董军首次卷入类似传闻。事实上，自董军2023年底接任国防部长一职后，随着中共军坛的动荡，就不断传出出事的传闻。从2024年底开始，董军已经至少2次在隐身期被外界传出事。第一次是2024年11月27号，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独家报道，说董军正因涉嫌贪腐接受内部调查，并说这是习近平时代连续第3任国防部长继魏凤和、李尚福之后卷入腐败风暴。报道一出，立即引发全球关注。当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只是回应捕风捉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则说报道纯属捏造。短短1个星期后，董军于12月5号在上海公开现身，会见非洲多国代表团。官方媒体大篇幅报道，似乎有意辟谣。不过，就在《金融时报》报道的第2天，中共国防部官宣，中共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停职检查。第2次传闻出现在2025年3月中共两会后，董军一度缺席多场重要的军事外交活动，包括3月份在青岛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外界猜测他可能已经受苗华案牵连。直到4月，董军再次公开露面会见外宾，传闻才暂时平息。如今蔡胜坤的爆料再次把董军推上了风口浪尖。如果董军真的在2026年初下课，将标志着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国防部长系统性崩塌，也会让中共的军中反腐风暴再度升级。目前中共官方对此保持沉默。董军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2月11号的央视新闻联播画面上。10号到11号，中共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此后至今已有11天没有公开露面。未来几周他的动向无疑将成为观察的重点。
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爬不起来，下午3点脑袋放空，晚上明明累却睡不熟呢？其实不是您老了，也不是您懒，而是您的身体在提醒您元气不够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来的方法，来自韩国锦山的参黄9蒸蜜参片，它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9蒸9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以天然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口袋，累了饿了，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黑参厉害在哪里呢？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的功效。所以您不是在吃零食，您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如果您经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倦，这一盒就是您的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圣诞节期间12月15号到1月12号下单，美国地区不仅享受主持人85折，而且还加赠圣诞好礼。凡是购买参黄黑参系列，美国限定赠送，购买参片送1小盒参片，购买原精送1小盒参片，购买礼盒送1根全参。这个圣诞节把健康当成最好的礼物，送给自己，也送给最重要的人。董军能在李尚福落马后快速晋升为国防部长，背后的派系脉络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据坊间流传，他的快速上位主要得益于2股力量，一个是已经落马的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的强力推荐，二是外界广泛流传的彭丽媛山东帮因素。这2条线索不仅解释了董军为何能够在李尚福突然下台后火速补位，也让他如今的去留传闻变得更加敏感。一旦出事，可能不止牵连海军系，更会波及习近平夫妇的权力形象。首先，董军和苗华的关系可以说是师徒加旧部，2个人都出身海军。苗华长期在海军系统担任政治工作领导，曾经担任海军政委，掌管海军人事大权。董军职业生涯的大部分关键节点都是和苗华重叠或直接相关。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12月到2017年9月，苗华任海军政治委员期间，董军任海军副参谋长，而董军在南部战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司令员等职位上晋升时，正值苗华掌控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相当于军中的组织部长，负责全军高中级干部的遴选和推荐。海外分析普遍认为，董军2023年12月突然接替李尚福，很大程度上就是苗华向习近平力荐的亲信人选。当时火箭军准备系统已经连续爆雷，习近平急需一个靠得住的人填补国防部长的空缺，而苗华作为习近平在军中最倚重的政工系统大员，自然会推自己一手栽培的海军旧部。然而苗华2024年11月底被官宣停职检查后，董军的处境立刻变得尴尬。苗华落马被视为习近平军中亲信系统的一次重大挫败。作为苗华亲自推荐的董军，难免被怀疑带病上岗或涉及同样问题。更关键的是，董军上任后至今没有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也没有兼任国务委员，这在历任国防部长中极为罕见。外界解读为习近平对他以观后效，始终留有一手。另一条更具敏感性的传闻则指向第一夫人彭丽媛的影响力。董军是山东烟台人，而彭丽媛是山东运城人，2个人同为山东老乡。海外媒体和自媒体圈长期流传，近年崛起的山东帮正成为继福建帮、浙江帮和陕西帮之后的新兴派系，
而董军则被视为彭丽媛在军中布置的重要庄脚之一。据独立时评人邓玉文分析，彭丽媛早在2017年卸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后，就调任军委直属的中央军委政工部下属的干部考评机构担任高级评委，实际参与军队中高中级干部的选拔和考评。董军作为国防部长这样的核心职位，人选极为敏感，难以想象彭丽媛完全没有对此发表意见。但如今蔡胜坤再度爆料董军进入倒计时，情况已经大不相同。除了坊间疯传的习近平大权旁落之外，这轮军中清洗已经从火箭军装备系统扩大到政工系统、海军系、东部战区等习近平亲信重镇，上将级人物几近清零。如果董军最终下台，海军系和山东帮双重标签将让事件变得极具爆炸性，不仅坐实习近平用人失察，更会让彭丽媛长期累积的军中影响力受到质疑，甚至引发后宫干政、家天下的政治攻击。对习近平夫妇来说，这不仅是军权受损的问题，还可能在高层和军内撼动习彭体制的稳固性。目前看来，董军的命运已经成为这场军中风暴中最具指标性的一环。挺得住，说明习近平仍有余力护住核心圈；挺不住，则意味着清洗已经深入到最敏感的神经。董军的去留传闻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嵌入2024年底到2025年这场军中反腐风暴的更大脉络。这轮清洗已经不再局限于火箭军或装备发展部，而是系统性的扩大到政工系统、海军系、东部战区等习近平亲信的核心地盘，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堪称习近平执政以来最猛烈的一次军队大洗牌。自从去年11月底苗华被官宣落马后，事件迅速波及到他的海军系旧部，董军作为其直接推荐人，自然首当其冲。但清洗远不止于此。进入2025年，东部战区成为重灾区，这个负责台海和东海方向的最重要战区，先后有司令员林向阳上将和政委刘青松上将消失。据大纪元等海外媒体报道，两人早在2025年4中全会前后已经被内部处理。年底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仪式上，东部战区第一排已经由副司令员杨志斌中将和副政委张继春中将代理亮相。这一异常人事安排显示东部战区主官双双落马已经成为事实。目前杨志斌和张继春正负责清理何卫东、苗华在这个战区的余毒，但外界普遍认为这类中将代理格局极不稳定，未来是否能扶正仍是未知数。东部战区的崩塌尤其引人关注，是因为他曾经是何卫东和苗华的老巢。何卫东从东部战区司令员一路升到中央军委副主席，苗华也出身原南京军区系统。2025年10月4中全会前，官方一次性开除了包括何卫东在内的9名上将党籍军籍，其中东部战区相关人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在4中全会上，33名上将级中央委员缺席22人，比例高达2/3，创下中共历史纪录。更广泛的来看，这轮清洗已经呈现上将清零的态势。据蔡胜坤统计，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上将，目前在台面上能正常活动的仅剩张又侠、张生民、刘振立等少数几人，其他多数或者是落马，或者低调隐身。海军、陆军、武警、军科院等多个关键单位都出现由中将甚至更低军衔代理主官的罕见现象。例如，海军司令员和政委双双出事后，由中将崔玉忠和冷少杰代理，军科院院长系统也几近集体坍塌，只剩排名最末的领导主持工作。无论动机是真的反腐还是权斗轻异己，这场风暴已经对中共军队的战备和军心造成明显冲击。多个战区和军种由中将代理，高中级干部大面积缺位，必然影响共军指挥链的稳定。这场军中清洗风暴的深层危机，或许不在于多少上将落马或战区易主，
而在于军心和忠诚方向的潜在动摇。2025年12月18号，一封署名前军队首长的公开信，写给中国军人的信，历史的重任与时代的召唤，在海外平台迅速传开。虽然作者匿名，但信中语调沉痛，立场鲜明，直指当前军队面临的根本问题。信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正处在历史大变革前夜，军人站在历史拐点，必须保持清醒，坚守良知。作者强调3点核心观念：一、政党不是国家，任何政党都无权代表国家，人民军队绝无义务效忠某个政党。2、党指挥枪是错误的，军队应属于国家而非某个集团，在文明国家早已是常识。3、真正的人民军队应热爱祖国，忠于人民，以热血守护人民的尊严与安宁。若按政党命令将枪口对准人民，便沦为地地道道的党卫军。作者特别以苏联819政变和中国6·4事件对比。1991年，苏联军人拒绝听命于政变集团，坦克停下，士兵没有扣扳机，加速了保守势力的崩溃。1989年，中国军人却因缺乏历史眼光及刚勇果决的智慧，导致改革派力量重创，中国错过融入世界文明国家的机会。信中痛陈，共产党让军人以为自己在保卫祖国，实则在维持一个以谎言、暴力、奴役为本质的政权。军人向党旗宣誓，却从未被要求向宪法、向人民宣誓。最后，作者呼吁军人在黑暗即将散尽之际，认清情势，看清真相，自觉融入第一束耀眼的曙光，做出不负时代与人民的选择。这封信虽然没有在国内公开流传，但是在大纪元、中国行动等海外平台以及 X 上迅速刷屏，阅读量和转发量极高。考虑到作者自称前军队首长，而且对军内的运作和历史事件了如指掌，外界猜测他可能来自已经退休或者边缘化的高级将领。无论真伪，这封信出现的本身就极不寻常。在军中反腐清洗导致上将大批缺位、军心浮动的背景下，他直接挑战党指挥枪的核心原则，反映出部分军内人士对忠诚方向的深刻迷茫和不安。当董军等现役高层的去留仍然悬而未决，这封公开信无疑为当前军中风暴增添了一层更深重的阴影。如果连误做党卫军的呼声都开始在军方前高层中回响，习近平的枪杆子是否还握得那么稳，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未来几个月，军队的稳定和走向或许将决定中国政治局势的下一步棋。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